即使到了 AI 时代，医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宗教，不容挑战的权威与阶级分明的白色巨塔，也像极了教会的组织。你以为医师对你的治疗都是出于科学吗？实证医学的概念是到了21世纪初才逐渐被纳入医学，这时候的医疗才开始以证据作为临床决策的指引。如果你了解许多时候医生做的决策其实是根据信仰，那你还信任专家帮你做的决定吗？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我们会从一个很常见的血压来探讨医学是否真的治好了你，因为如果是，为何你还要吃一辈子的药呢？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血压高？这个底层逻辑是你在吃降血压药物前一定要问医生的问题。大部分的医师会先把血压偏高当作原发性高血压来处理。依据2017年美国心脏学会和美国心脏病学会共同发布的成人高血压指引，对于原发性高血压的处理建议是，若你的血压无法透过生活方式改变，则建议你开始使用降血压药物。这个意思就表示你将要吃一辈子的药。根据 Google AI 摘要自维基百科的解释，以上这段火星文，如果你听得五煞煞，那你的反应跟我一样。从医学的角度，这段话基本上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以上描述的疾病原因过于广泛，以至于可以套用在除了蛀牙跟香港脚之外所有的内科疾病上。原发性是什么意思，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词就跟海豹们喜欢把鳗鱼塞在鼻孔中一样，只是医生用来耍酷，让你觉得他很厉害的 jargon。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 I don't know 的意思。但事实上，医生们不用学海豹跟病人耍酷，就算他不清楚你的病因，医学上也已经有找出一些明确会导致高血压的疾病，而且治疗这些疾病就能让血压降下来。或许你本来根本不需要吃一辈子的降血压药。其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就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它就是你在睡眠期间会反复出现呼吸道塌陷或阻塞的现象，这会导致呼吸中止跟血压下降。早就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显示，睡眠呼吸中止症和多种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其中高血压就是相关性最高的一种。研究显示，有高达80%的顽固型高血压患者也同时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而顽固型高血压的定义是，即使你已经同时使用至少3种以上的降血压药物，但血压仍然维持高于理想值。根据美国国家健康局在1998到2004年的调查，在美国顽固型高血压的患者比例大约为16%，到了2005至2008年期间，这个比例上升到28%。高血压总体患者患病率在美国持续增高，近年成人的高血压总患病率已经高达47%，而且他们还预计这个数字未来会再继续上升。也就是说，美国罹患高血压的人当中，超过1/4以上吃药已经无效，而且这个数字还可能因为长期严重被低估而在快速上升。这份研究证实了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罹患顽固型高血压的几率是一般正常人的4倍。而另一项研究分析超过了20万名高血压患者的资料，发现罹患顽固型高血压的人发生如死亡、心肌梗塞、心衰竭、中风等风险比一般高血压患者高出50%。这里最讽刺的就是顽固一词恰恰贴切地描述了医师们不断想要开更多的药物，尝试压低降不下来血压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反映了专科医生们缺乏跨医学领域知识的狼头人效应。在白色巨塔里，什么是医学的真理？病人该怎么做才能获得救赎？医学教会告诉你，这个很复杂，你不是专业，你不懂。你应该要相信穿着白袍的天使所传播的福音，也就是你需要把思考外包给专家。让我们继续探讨睡眠呼吸中止症会导致高血压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很一针见血，反复间歇性的缺氧。狭窄的呼吸道在你睡觉时如果发生阻塞，会造成你的血氧降低，并透过以下3种机转让你的血压长期爆表。第一个机转是交感神经长期的活化。呼吸中止症的病人在睡眠期间，每小时可能会发生10几次的呼吸阻塞，甚至严重的时候会有上百次。这就像是你每2到3分钟就溺水1次。而呼吸道阻塞会导致你的血氧快速下降，二氧化碳上升，
这个时候大脑的呼吸中枢就会立即启动作战或逃跑反应。 Fight or flight 是一种原始的应急压力反应，会启动交感神经系统并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开始用力的做功，心跳开始快速的加速，血压开始暴冲。这些动作都是为了让身体瞬间进入战斗模式。想象一下，每天晚上你在进入梦乡后就开始扮演阿汤哥，上演不可能的任务，还演得不亦乐乎。但阿汤哥战斗了一整晚也没有碰到坏人，只有满满的内耗让你疲累不堪。到了白天，你又要开始面对工作与生活上的压力，交感神经继续活化，于是白天你的血压就持续维持在高档。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走在自律神经失调、高血压与心血管爆掉的路上。第二个机转是 RAAS 系统活化。RAAS 系统也就是肾素、血管张力素醛固酮系统。当你在睡眠中反复缺氧的时候，肾脏会误以为身体处于失血或血压不足，于是释放一种叫做肾素的物质。肾素会造成3个重要的变化：第一，血管收缩，血管张力素会让血管变窄，血压上升；第二个是水分和钠会滞留，醛固酮会促进肾脏保留钠和水分，让尿量变少；第3个就是你的血液总体积会增加。也就是说 RAAS 系统接到错误的讯号，于是释放肾素让你的血管变窄，保留体内水分，这也会推高你的血压。第3个重要机转是内皮功能障碍与发炎。如果你在睡眠中一直发生间断性的缺氧，这会导致你全身的氧化压力升高，进一步伤害血管的内皮细胞。它会抑制一氧化氮的合成，于是你的血管僵硬度增加，血管的调节能力也下降。同时，缺氧还会促进发炎，它进一步就会造成动脉的硬化。动脉太硬，没有弹性，本身就会造成血压的升高。现在的医学在治疗高血压时强调降压，因为这实在听起来太有道理了。詹姆斯·布拉克爵士还因为发现了贝塔受体阻断剂和 H2 受体拮抗剂而获得了198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从此之后，几乎所有高血压患者从被诊断的当下就会被医生贴上终身都需要服药的标签，而药厂的市场策略跟临床医师指南的制定也都一面倒以药物控制血压为主，认为 lower is better。但你每次吃药的时候，可曾想过，我可以不要吃药吗？华伦巴菲特曾说，别问理发师你是否需要剪头发。迪士尼在2021年推出的迷你影集 Dope Sick 改编自 Beth Macy 的畅销书《毒瘾》，让美国成瘾的毒贩、医生和制药公司。这本书赤裸裸地揭露了美国 FDA 药厂跟医师之间潜藏的利益勾结，而他所描绘的情境正是当今全球制药业跟医师之间不可说的秘密。根据报道，2021年全球药厂的研发支出为2760亿美元。一般来说，药厂的研发费用大约是行销预算的3倍，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算，每年药厂的行销预算费用大约是920亿美元这个惊人的数字。其中降血压药物的行销花费大约1年是180亿美元。如果你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你可以参考一下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它在2024年的营收是880亿美元。仅仅单一项降血压药物的行销费就高达台积电1年营收的1/5。而全球目前最赚钱的心血管相关药物是心衰竭跟降压新药 Entresto。瑞士诺华大药厂在2024年的 Entresto 销售金额高达78.22亿美元。药厂的行销策略核心不只是强调疾病风险和药物效益，大药厂长期以来都在运用一套结构缜密而且操控心理的精妙行销策略，成功的将治疗框架深植在医生的心中，让医生在无形之中落入难以自拔的心理框架陷阱。而这套策略从医生还在医学院受教育的时候就已经在布局。首先，药厂会赞助各种学术研究、持续教育课程，把自己的药品包装成有最新研究知识的标准治疗，甚至让这些内容出现在临床指南里，让医生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选项。此外，在医院工作过的人都清楚，医院里总有一群来来去去受过药厂专业训练的业务，他们会去跟第一线的医生建立很好的关系，帮他们买咖啡、提供资料、试用品，还可能帮忙写论文、安排出国进修等。实际上，这很容易让医生心里产生压力，他对我这么好，我总不好意思不开他的药吧？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债。
也是心理学所说的承诺与一致性偏误。接着，药厂会找医界有影响力的大咖合作，在演讲或论文中置入某些药物。当医生看到这些非常有公信力、有威望的大咖都在用，他们当然也会跟着开。这3层的操作不仅塑造医生对特定治疗的高度信任，更有可能会建立出一种如果我不这样开，好像就不够专业的心理框架以及从众的心态。最后，医生就很难摆脱这样子的认知陷阱。我们可以来估算一下，一位高血压患者在药物上的终身客户价值，意思就是这位病人一辈子可以帮药厂赚多少钱。这是大药厂在决定是否要投资开发一个新药时最常使用的财务模型。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算给你听。如果你40岁的时候被诊断有高血压，而且往后40年每天都要吃药，平均每天要吃2到3种不同的降血压药，就算台湾有奇迹般的低药价，你每天大约都要花30元台币，1年下来就是差不多1万块台币。40年下来，不把通货膨胀算进去，也有将近40-50万元的药费。这对于制药公司和医生而言，都是一笔稳定、可观而且可预测的现金流。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以上的结果其实是药厂、医师跟你的共业，所以你也脱不了关系。在思考外包的陷阱书中，作者告诉你，将思考外包给专家看似省事，实则会丧失了用常识判断的能力，最后只能盲从跟膜拜专家。当我们从底层动机的角度来看医疗行为时，你会发现患者、医生跟药厂其实都在一个互相强化的循环中，而这个循环正是高血压需要吃一辈子药这种故事能够成立的核心结构。药厂的动机来自于盈利，他们需要持续卖药维持收入，于是他们只会专注在药物的安全性跟短期效果，并赶快取得 FDA 的认证，再透过数据、简报跟广告说服医生跟大众，这个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医师则希望快速能让病人的血压见效，因此倾向于直接开药，但是这样子的处置基本上忽略了疾病原因的本身，长期下来会导致药物不断叠加使用，副作用增加，真正该处理的生活方式以及根本问题反而被掩盖了。但事实上，身为病人的你并非毫无选择，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习惯将思考外包给专家，也就是过度相信医生说要吃，加上许多人都渴望有一颗神奇小药丸，轻松方便解决自己的问题，于是久而久之就习惯血压高就等于吃药，甚至认为药物就是健康的保证。这3方的底层动机彼此交织，让一辈子吃药看起来合理又方便，却忽略了真正治疗的可能性以及长期健康的自主性。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当医生开药给你时，他有没有告诉过你血压正常不等于心肌无虞呢？让我们来看一项挪威的大型研究。这项研究分析了514位受试者，透过睡眠检测搭配抽血检查来评估睡眠呼吸中止症对心脏的潜在影响。结果发现，一旦睡眠呼吸中止症没有治疗，病情越严重，血液中侦测到心肌损伤的蛋白质浓度就会偏高，这代表心脏细胞可能正在持续受到伤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呼吸中止症患者即使没有明显的心脏病史，却在未来更容易出现心脏衰竭或心肌梗塞。既然睡眠呼吸中止症明显会影响高血压，那么治疗它就是控制血压的一项关键策略。根据研究，如果你有呼吸中止症，持续使用正压呼吸器超过12个月，而且每晚使用时间超过4小时以上，你的夜间收缩压平均就可以降低 8.1 毫米汞柱。而对于患有难治型高血压的患者来说，你的降幅甚至可能高达 25.6 毫米汞柱。夜间你在睡眠的时候，舒张压也有类似下降的趋势，这表示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对夜间的血压控制确实有效。所以我们这边要呼吁内科医师，不应该只是反射性的开降血压药物给病人回家吃，你应该要积极的治疗睡眠呼吸问题。因为有这个问题，而血压又太高的人实在太多了。在2021年欧洲心脏学会与高血压学会高血压治疗指引中，他们建议在面对顽固型高血压患者时，你应该要积极的评估是否他有合并睡眠呼吸中止症，并把它当作潜在的刺激成因之一。正压呼吸器是目前最常见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治疗方式，但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接受长期使用这种戴着面罩睡觉的装置。那如果你不想戴呼吸器，
有没有其他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你可以看我们这支影片，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从身为病人的你的角度来看，面对高血压问题，你可以做的不只是吃药。我们这边想要说的是，你自己应该要参与自己的治疗决策，而不是不加思考，医生开了什么药你就吃，这样才是真正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的态度。想知道更多医学知识，可以多关注我们频道影片的更新，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